掌中这段山河风云席卷。放眼风声之巅，踏碎重重试炼，天地任我推演。鹰飞又是一年，剑中埋藏陈年，悲喜摊开。再迎百门天关，心生万古祸乱不算。少年遇剑作诗篇，因果与血过江海。燃尽3000风华，四方雷电山河线。谁言武道有万险？尽管造化有天边。10年间起点，恨怨是非皆淌血。冲天斩破无天，战云烟就有限。他云连我沉默成仙。上笔落下黄泉，谈笑间风云变，是朝中杀念。弹指间续前线，青云至白发年。如把手燃花永不灭。狂澜九重天，将心与念传言。师傅，你对龙皇府怎么这么熟悉呀？三公子，哎，小龙人，小龙人，你没事吧？我们来帮忙啦。谢谢了，我没事。这么快就开始见外啦？三公子，龙婆请你前往琉璃塔一叙。龙婆？龙皇府中还有这样的长辈？龙婆寿岁将近500，是龙皇府中最年长者。500年物是人非，琉璃塔却依旧。三公子，见过三公子，恕不便行礼。剑神风采，一见难忘。纵然500年，也不减半分。500年还能见到故人，也算是因果不绝。你放心，此次我既然来到，当然不会坐视不理。有三公子出手，龙皇府无忧矣。这一次，若是公子能够再救得我龙皇府一脉，龙皇府中宝物尽数献给公子。我要那些宝物有什么用？你们自己留着吧。老身听龙郡主说起，阁下到九重啸是为了取一件梭罗贝叶。其实龙皇府宝库中恰好藏有这件宝物，这才敢献给三公子。唉，我本来想出手一次了结因果，如果要了你的梭罗贝叶，这个因果反而是越结越大了。这实在是老身诚心诚意要献给三公子，不敢一次要挟。500年前，500年后，我都遇上了龙皇府之劫，这也说明了有缘。等龙族大劫过去，我再去梭罗贝叶便是。多谢三公子。有缘便有因果，天意如此，我也不必刻意回避了。那个小龙人啊，龙族大劫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龙族每500年便有一次龙血沸腾，乃是化龙蜕变之际。听起来应该是好事才对啊，为什么成了大劫？对于龙族正统来说，确实是好事，但对血脉孱弱的旁支则是劫难。因此，龙皇府会在琉璃塔举行龙血祭祀，以虔诚之心与龙血共鸣，求得血脉安定。那如果没有共鸣怎么办？事实上，几乎每一次龙血祭祀都会遇到各种情况，唯恐有所差池，导致龙血反噬，断绝了龙皇府血脉。放心，这次一定没问题的。有师傅在，肯定没问题的啦。此次由血脉返祖的龙郡主主持祭祀，有50%的把握能度过此次难关。现在有了公子的承诺，我更加安心了。因果如此，轮回500年，我又到了此地。放心吧，有公子一诺，龙皇府有救了。
师傅出来了。三公子，事已谈妥，我们这几日就在府上休息。事已谈妥，什么事？你先进去准备龙血祭祀吧，有什么事我们稍后再聊。那我先进去了。师傅，龙婆找你进去做什么啊？也没什么，只是答应送我梭罗贝叶罢了。哈？龙皇府有梭罗贝叶，还舍得送给师傅？难道师傅打算力挽狂澜，帮他们渡过大劫？龙血大劫在即，我是答应他出手相助。师傅，你平时都事不关心，这次倒主动，只为了一片梭罗贝叶的话，值得吗？因果纠缠，放弃不得。不然，师傅明明就是看中龙郡主。500年前种下的因，便有500年后收获的果。哈？了结了500年前的因，却又种下了今日之因，此后还得纠缠下去啊。三公子愿意助我们一臂之力，当真？这还能有假？婆婆这几日一直忧心忡忡，见过三公子后便信心百倍，似乎是放心了。难道三公子有什么办法？三公子想必自有妙法，你不必多问，你只要好好进行龙血祭祀。是，奇怪，婆婆对三公子这么有信心，就好像早就认识三公子一样。小丫头，不必探究了，时候到了，你自然就会知道。万幸，这次大劫应该是有惊无险了。龙族大劫来了。我感觉经脉之中像是有一万枚正在攒气一样，怎么回事？这就是龙血共鸣。如果没有强横的意志力或者修为，在龙血共鸣面前，将会无法行动。那要是这样的话，一旦完全被龙血共鸣压制，那岂不是凶多吉少？你说的没错，真龙之血每500年蜕变一次。龙皇府也正是因为得了真龙之血，才有了立府之机。如今真龙之血蠢蠢欲动，龙族血脉更是深受影响，搅得这龙皇府方圆100、10里之内，天地真气乱七八糟，就像是一个可怕的漩涡。就算是高手被卷入这漩涡之中，也是凶多吉少。那我体内并无龙血，尚且受这么大的影响，龙郡主岂不是更辛苦？他不但要束缚自己体内的龙血，还要一丝不苟地完成祭祀，这可艰难得多。他从小就是被这样培养起来的，一个龙血祭祀倒难不倒他。不过，怎么了，师傅？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看来有人想在龙皇府大劫之时，趁火打劫了。